告诉你，天启城中知道暗河和影宗关系的都有谁？怎么？你是想把他们都杀掉是吗？是又如何？你觉得我杀不了你，可我不还是把你们都杀了？放心吧，如果让人知道，在江湖上恶名昭著的杀手组织背后竟是朝廷所控，那会引起天下的恐慌吧？知道暗河和影宗关系的，也不过是寥寥几人。寥寥几人便是有人。告诉我他们的名字，我可以留你全尸。怎么样？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吗？找到了。这老头怎么处置啊？哎，不对，我为什么要问你啊？明明我才是暗河之主，要我说，就把他的手脚都砍了，要不然他是不会告诉我们天启城中还有谁盯着暗河。就算你斩断他的手脚，他也不会告诉你的。你杀过的人不少，这样的眼神，应当也见过不少。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无趣啊！我不过就是想折磨他一下罢了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秉承这最后一点的良知，我愿意听听。是影子，便一生都是影子。影子，若是想走到阳光下，便只能消失。你们终将会失败的。真是无畏气！苏沐雨，今天我们也算是大获全胜，我请你到碉楼小筑上去喝上一杯。我们烧的不仅仅是影宗，还是明面上的国丈府，得立刻离开天启城才是。影子若想走到阳光之下，便只能消失。那影宗不再成为影宗，而拥有了国丈府的身份，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影子到了阳光之下？所以，义卜刚刚说的那些话，不仅是在诅咒我们，也是他现境的写照。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你的内阁放着这些，我没有看。你不是一直不记得小时候的事吗？看看这上面写了什么。以前的事儿，管他做什么。以后暗河，你我只有明天。殿下，将军，国丈府那边燃起了大火，看样子是暗河影。琅琊王呢？在风小寺遭遇伏击，不过似乎并无大碍，此刻已随青楼使李新月回城了。先退下吧。影宗果然是废物啊！本还想靠这一次
让影宗和琅琊王一派两败俱伤了。也罢，也罢，影宗一灭，父皇对琅琊王的忌惮也就更深了。那么接下来就要开始我的棋局了。他们人呢？我本想着只有你一人来，便就只准备了1份床铺。狗爹呢倒是有先见之明，知道苏昌河定会跟来，所以就悄悄多准备了1份。可谁想到你带回来个青梅竹马，狗爹就只好带着他们去置办一些床铺还有杂物了。原来如此。你笑什么？你说，昌河买东西会讨价还价吗？这些，都给我包起来。那些，还有那些，我都要了啊！啊，这是1锭银子，喏，不用找了。惟妙惟肖。我跟你说，人突然有钱之后都是这个样子的。他现在不是暗河大家长了吗？那暗河的钱，就都是他的了。对了，你那个妹妹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突然把她从家园里给带出来了？你不是和我说过，家园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吗？因为我们查到了，当年覆灭吴建城是暗河指的刀，其中一些人尚且存活于世，并且就在家园之中。虽然这些人早已隐退，若无意外，也不会再做杀人之事，但毕竟有仇在身，赵岩待在那里，我心中不安，所以我想到了神医，觉得神医这里定是极其安全的。神医这么可靠，再加上有哲叔坐镇，赵岩待在这里，定然安全。听你这么说，你是要把他托付给我？难道你还有什么别的事情要去做吗？和吴建城有关？我暂时不会离开，会在南城中住下。毕竟这是由我出力的药庄，得好好经营起来才是。都进来，都进来。先放着。想想怎么安排啊？那些吃食先放厨房。好嘞。床褥什么的，哲叔，你带着他们先放里屋。跟我来。其他的东西就先放着吧，我再想想怎么安排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本来人家只是个卖鱼的，这青玉盆是传家宝，结果昌河大哥偏要都买下来。那店家见了金子，忍痛割爱，就托了这位大哥给送来了。500两。来，拿去分了吧。多谢公子。我们这是药庄，又不是杂货铺。我又没把这儿当成药庄来布置，我是觉得这是我们的家，以后要在这里生活，自然需要多些趣味，布置一些我们喜欢的东西。我看是你自己喜欢的。
我怎不知你喜欢关羽啊？还有豆鸟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嘛。你喜欢捣药做饭，做个良家男子，但我嘛，便喜欢遛鸟、观鱼、听曲儿，做个不要脸的败家公子哥。人各有志。哎，各位南安城的父老乡亲们，下面我宣布，我们鹤羽药庄正式开张啦！我们药庄不是早就开张了吗？昌河说我们之前等人上门问诊不长久，得趁着这个机会，让十里八乡都见识见识神医你真正的实力。喝药了？喂我？你怎么？伤人者为被伤者一点药怎么了？没讹上你一辈子就算不错了。好体贴的小郎君啊！你这么拖着我，不是什么好办法。你的伤迟早会好，而我迟早会去找大家长，为唐二老爷报仇。好苦的药啊！那便等我伤好那日再说吧。毕竟堂堂玄武使，总要先还债，再报仇吧。哲叔，昨天你们那个声音真的是太响了，我都听到了。你真的想当大家长吗？哲叔觉得呢？不行。要是我那个女看上你的话，绝对不行。要是没看上的话，那倒是可以。哲叔说笑了。主朝外面传来消息，谢繁华死了，长河杀的，穆伯也死了，我杀的。慕白不是已经逃走了吗？所以你觉得呢？是昌河干的。穆青阳暗地里加入了昌河的势力，在他的安排之上杀死了慕白，嫁祸于你。哼，这个卵子，连我都要算计。他一举杀死了两家少主，看似重创两家，实则是将祸水引入苏家。这场暗河之乱，已经从三家争相杀死大家长，夺走绵龙剑，变成了一场乱战。这世间最大的利益，往往从最大的混乱中获得。昌河部的局，已经到了最后。我早就应该猜到了，他并不是在帮苏家主办事，他自己就想得到绵龙剑。可即便握住了绵龙剑，也不是结束。事情从来都没有昌河想象的这么简单。哦，看来你苏沐雨也有属于你自己的计划。
经解了？难道小神医又回来了？许久不见，大家长。阿哲，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啊？是苏锦辉那小子派你来杀我的？哼，多年前我也曾为大家长拼死一搏过，如今再次重逢，大家长居然讲我是来杀你的。哎呀，真是让人伤心啊！难道不是吗？原本是的，但我那个女将啊，收了钱就要把你治好，我听她的。你女儿？药王谷温家，难怪。所以我还要感谢大家长，要是没得你来找，我还没得办法跟我那个女重逢呢。神医，不错不错，你这毒已经解得差不多了，但切记。这几日不可以随意使用真气，否则就功亏一篑了。原来神医用移魂大法探究我的记忆，是为了寻找自己的父亲，也是为了解你身上的毒。我可没有骗你啊！你看，你现在也变回一个健康的人了。那咱们之前说好的钱，是不是也该？答应给神医的都会给的，我只是很好奇，神医是如何治好我的？我以移魂大法和大家长同感同知，所以便也体会了一把那雪落一枝梅的万蚁蚀身之痛。可在此期间呢，我发现人体700念穴之中有一处没有被雪落一枝梅的毒所侵染，那就是至阳之穴。所以我用银针将那雪落一枝梅的毒全部都逼到了至阳之穴中，然后你再刺一针，将这些毒都放了出来。放了出来，可没有那么简单。这毒按理来说是治不好的，只有一种办法，就是以命换命。这就需要一个内力极其精湛之人，以手掌覆盖至阳穴，将那毒生生给吸出来，也就等同于将毒引至己身。那么问题便来了，在这诸朝之中，有谁愿意为了大家长以命换命呢？我还记得我们一同进入诸朝的那日，大家长原本连站都站不稳，却还要在他面前保持着一副正常的模样，不放松一丝一毫的警惕。可就是这么一个你不愿意在他面前放松警惕的阿克，最终却为你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大家长，你们之间有什么故事吗？大概就是曾经的两个好兄弟，一个成了至高无上的大家长，另一个呢，成了驼背丑陋的看门人。就是这样子的故事啊。他人现在在哪儿？
他走了。罗叔，真的不等大家长醒来了吗？罗拉，醒来也不必相见了。我与他之间的纠葛，从此一笔勾销。这出朱朝，你也自行处理了吧。大家长若已无事，那么这出朱朝便应是妖王谷的了。也好，那个小神医呀，是个不错的姑娘。没想到罗叔也有喜欢调侃别人的时候。哎呀，人总在临死的时候，才能够真正的看透自己，获得真正的解放。如今，我不是安和的人了，也不是穆家的穆可文，更不再是这处朱朝的看护者了。哎呀，没有了这些负担，我忽然觉得活在这个世间，好像又添了几分的滋味，又不再是那么的想死了。罗叔，啊，我听说过你和苏长河的故事，你们很像我和年轻时的名策。哦，穆名策，就是曾经大家长的名字。我希望你们二人之间的结局，可以和我们不一样。他说欠你的这一次已经还清了，你欠他的就等下辈子再说吧。他在人生余下的时间里不再是穆可文，也不属于安和，不必再见了。他已将你体内的毒素几乎全都吸走了，但还有些残余。我这几日服以针灸，便可全部清除。但切记，这几日千万不可妄动内力，恐使其复发。所以，接下来的事情，是不是跟我们就没得关系了？那就劳烦大家长给提魂殿写封信。我要走了，喊趟莫派营来追杀我哦。我曾经给过你机会，可你还是留了下来。有些选择是没有后悔的机会的。哦？哎，不可妄用内力。哲叔，先容我和大家长聊聊，再做决定。你讲得对，你先聊。要是聊不通，我再来帮你收尸。那木也就希望哲叔不要替我收尸了。
神医已医好了我身上的毒。墨玉，你完成了属于你自己的承诺，我会给你自由。你过来。当年在鬼窟渊外，我那一剑为你下了生死同之毒，7年之期将至，为我内力刻画，这是我们之间的契约。现在，我为你解毒。不必了，大家长。毒，多年前就已经解了。什么？18剑阵大成那日，剑气冲贯全身，竟意外将那生死瞳化去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一直以为你愿意不顾性命的保护我，是因为那生死瞳的束缚。当年大家长于鬼窟渊外救我兄弟2人，这份情谊，便值得我拔剑守护在你身边。而成为魁的那一日，我也和12小一同立下过誓言。不是威逼，不引利诱，只是情义和责任。沐雨认为，这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。谢谢。职责所在。不必再说职责所在，我更喜欢方才你说的那2个字：情义。暗河的炼炉叫不出那2个字。这是我父亲教给我的。剑神卓雨落，他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。我始终记得，当年父亲曾和我说过的话。他说：“行走世间，重情守诺乃是根本。若忘其意，便失去了握剑的资格。”重情守诺，就为这4个字，你誓死保护我，不惜一切代价。有的代价不行。什么代价？苏昌河，他不能死。墨玉，我已经老了，虽然身上的毒已经除去，但却也没有几年可活。这柄绵龙剑，你觉得应该交给谁呢？那在他们之间，这是苏泽自封的吗？你用的是匕首，若你也用剑，我倒是很期待你拔剑的时候，那一刻，让我看到你的剑光。下个注吧，猜猜苏泽几招之内会输？阿泽还是太年轻了，估计5招之内。那我加个注，我猜苏沐雨只需1招，便能赢。听说你练的是灭破剑法，1招杀人不够，还要把人打得魂飞魄散。可你的剑上虽有戾气，却无霸气，因为你不理解。哦。霸
既不是凶，也不是狠，而是睥睨。炎龙剑。 老爷子，很久没见呀，奎大人。大家长身上的毒一解，他让我带绵龙剑来此，交给苏家家主。什么条件？ 我、哲叔、昌河，还有大家长等人，都会从此离开暗河。哎，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奸细！哎，不是，真不是。苏沐雨，你别诬陷老子。行了，你说的那个等人。 究竟是些什么人呢？我会列一个名单，名单上的所有人，都会离开暗河。你是想解散暗河？想留下的都能留下，想走的都可以走。我只是希望给每一个留在暗河的子弟们，一个选择的机会。 沐雨啊，沐雨，你跟随大家长多年，你应该知道这个想法有多么的离谱。就算我同意，提魂殿也会下达对你们的追杀令，不死不休。那便是我们的事了。现在苏家主只需要决定，是否握住此剑。 家主，现在不是执掌绵龙剑的最好时机，苏沐雨的条件可不能答应啊！大家长，这是在考验我呀！握住这把剑，远远不够。 得握住它，活着走出九霄城。你以为最好时机在何时，在何地？机会从来都是转瞬即逝，所以只有握住它，就是最好时机。绵龙剑。 我取了。慢着！苏家这个时候想拿绵龙剑，还为时过早了吧？关穆慈陵，穆家穆慈陵，和穆子哲同为前任穆家家主的亲传。他当年从大家长那里偷走了阎魔长的秘籍，偷偷修炼，结果把自己练成了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。后来也因为穆子哲的告发而败落，结果被锁入了那口黑棺里。 他娘的！
子滚出来！哼！什么人？胆敢在我苏家地盘放肆？哟，好大一个毛寸啊！真像一颗毛蛋。穆子哲疯了，居然把这样的家伙给放出来。传说中他的研魔掌并没有练成，看来穆子哲说谎了。掌边红气缠绕，说明研魔掌的功力至少有了8层。看来这家伙的实力在3家家主之上。唉，别做傻子，人又不是冲你来的，你冒什么头？手怎么伤的？没事儿，我跟穆子哲那狗东西打了一架，不相上下。哼，毛蛋，你想死吗？家主说了，若这次你能打败苏家家主，夺走绵龙剑，他便给你自由。穆子哲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命令我？穆思良，你不怕这仙毒吗？又来这一套，打赢了就给我解毒，说好了。家主亲口所言。好吧，虽然这穆子哲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且相信他这一次打败谁来着？苏家家主苏锦辉。嘘，小声点。刚刚那小子叫什么名字呀？穆天林。听上去就是个出来就要去死的名字。那你呢？苏泽，山水之子。是。唉，也是个出来就要去死的名字。不过这苏晋辉就不一样了，这名字一听就很难杀。生见此灵，死见阎罗。10年前，我就劝穆子哲杀了，他不愿意。他说将来或许能用上，没想到，他说的将来就在今日。不过单凭你一个人就想杀了我，不觉得可笑吗？能不能杀得了，试试不就知道了？区穆家叛徒，怎值得我苏氏家主出手？你的剑法不错啊，比那颗毛蛋强很多，但也仅仅是不错而已。秋叔，苏晋辉，你终于肯出来与我一战了。当年你们3个狗东西，合力才勉强赢过我，如今只有你一个人，你害怕吗？拔剑40年，杀鬼战神，不知何为害怕。不错，倒是很多年没看到老爷子亲自动手。这场戏看得可算过瘾。有几分意思啊。
和，戏的终曲，你希望是什么？你当大家长，我做苏家家主啊？我们不是很多年前就说好了吗？好，那我俩现在联手，一起对付他。苏沐雨啊，你厉害啊！你现在都学会骗人了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？你想借我退敌，然后把剑给苏家家主？我真服了。炎魔掌！原来还有高手啊！去吧！老家伙的剑法还真是老道，难怪木子哲会把这差事交给我。我的炎魔掌，如今可以融入我的刀式。你见过阎王的掌法，你可曾见过阎王的刀啊？剑气，有点意思。很久以前听说，《西行游记》的画本之中，孙猴子用棍子画了一个圈，任凭圈外鬼神纷扰，圈内仍然是一方安稳的小天地。但不同的是，孙猴子的圈困住了人。而我的圈可随人而行，我在哪里，哪里便是天地。这下可精彩了！要参战吗，沐雨？此刻我若是出手帮助苏家主，才战胜了穆子霖，他就算拔出了冥龙剑，日后也无法震慑三江。相反，若是苏家主赢了，那至少穆家就绝对不敢造次了。行，那我们一起下个注吧。你猜谁能赢？家主打算尽全力了。就算穆子霖练了炎魔掌，根基也不会太深，时间久了必败无疑。你错了，你如果看过那本秘籍，你就不会这么天真了。那疯子一样的武功，哪分什么根基深不深？你看过？没有，我猜的。家主，穆家放出了穆子霖。看来穆白的死让穆子哲很是生气呀。还有，他来了。炎魔掌，一境一层楼，8层见天地。到了第9层，便是天地。我要入第9层了。
我赌赢了。哎呦哎呦我！宋宇，你老实待着，别出去。穆司令，先夺取明龙剑，从长计议。他这么厉害，一定知道这把指尖刃不见了，也知道是我拿的，但是没有管我要，那就是默许了。那这算不算定情信物？你醒了？你怎么才回来啊？出去这么久，我都要饿死了。好了就自己下楼吃饭。谁说我好了？我还需要人照顾呢。我这身子还没完全恢复，要不你喂我吧。今日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好好吃饭，别说话。我知道了，你要走了。我迟早是要走的，更何况你的伤也好的差不多了。你来了。老爷子知道我要来。你很像我年轻的时候。老爷子年轻的时候，就这么不是个东西了吗？你似乎很不喜欢表现出自己最真实的样子，是怕被人看穿吗？以前的你一直被我压着，不敢冒头。如今我的锐气已去，是不是觉得自己的机会到了？老爷子既然这么喜欢算计人心，那不如算一算，我进来是打算做什么？
你想要苏家家主的位置。苏长河，你只是无名者，无名者苏沐雨没有继承大家长的资格，你也一样没有继承苏家家主的资格。唉，被小瞧了呀！区区苏家家主之位，我苏昌河看不上。我要做的，是一件暗河几百年来从未有人做过的事。我要实现的，是暗河所有人都无法想象的宏愿。我要改变暗河。好，长河，你的寸之间的确厉害，但想胜过我并不容易。我的剑虽然断了，但我依然是苏锦辉。五爪之虎，无精之龙，不在话下。好身上，当年若不是我苏家，你们俩早死了。鬼窟渊是沐雨背着我爬出来的。大家长那一剑是他自己接的，我们毫无选择地进入了暗河，但我们会自己踏入彼岸，而你是旧时代的义务。你受了内伤，不是我们的对手。苏长离，暗河的天要变了。邱叔是不是在想，如果出来的是老爷子就好？你执行过那么多次天字级的任务，每一次出手都定有必胜的把握。想必你等这一刻也已经等了很久了，而这一次的结果也定和往常一样。邱叔还真是了解我，真是令人感动。我花了整整6年的时间集结起了这个组织，它的名字叫做彼岸。彼岸？你想改变暗河？没错，跨过暗河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有黑暗，而是光明。听起来很振奋人心，不是吗？邱叔是本家族人，从出生开始便当做一个刺客来培养。当真会有人愿意作为一个杀人的工具而出生吗？为什么世人能沐浴阳光，而我们3家的族人却只能居于黑暗？难道你真的没有想过要改变这些吗？我自幼被迫学习杀人技法之时，自然想过这些问题。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我的双手早已沾满了鲜血，又有何脸面去谈改变这些？是啊，所以我虽然觉得你是我的同道中人，却没有将这戒指送给你，是因为我觉得你虽有觉悟，但你早就已经丧失了勇气。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还年轻，就像那小说画本里说的，我们正当年。
我们离那个热血沸腾的年纪还不算远，我们还记得未曾远去的少年之心、少年之志。既然我们胸腔当中还有少年之心在跳动，那便不惧、不悔、不服。你杀了老爷子吗？秋叔，你是个不错的人，是在这个污秽不堪的暗河之中少有值得被尊敬的人。新的暗河不再需要苏静慧，他没有死，你带着他离开吧，好好活着吧。或许有一日，你再在江湖上听到暗河的名字，会有一些惊喜。好，我等着。再见了，秋叔。大哥，苏家其余弟子已被控制。为什么不杀了他？是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接下来有什么计划？是去穆家那里，择机出手。苏沐雨去哪儿了？宇哥回了朱巢。那我们就去朱巢。炎龙剑被穆慈灵带走，现在在穆家手里，我们去朱巢又有何用？如今谢家已经去围堵穆家驻地了，我们何不趁他们两败俱伤之时抢夺绵龙剑？必安成立那天起，我们便在为今天做准备。你身为我们的首领，不应当这个时候徇私，去保护你兄弟的命。你说什么？大战在即，不要起冲突。你若杀了我，又何谈新的暗河？你难道现在还想将大家长的位置留给他吗？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依据苏沐雨的性格，除非他死了，不然无论如何都会把那把剑追到手。他既然选择没有去追穆慈灵，而是回了朱巢，那就说明那把剑一定有问题。也就像谢霸那样的傻子才会去跟穆家拼个你死我活。你如果也这么蠢的话，那你就去陪葬吧。既然如此，说清楚就好了，何必这样？大哥，另外，有句话你确实说对了。苏沐雨这条命我还真就保下了，任何人都可以死，唯独苏沐雨不行。不行就是不行，除非我死了。